好的，各位，今天的直播呢就这么开始了。那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其实是，坦白讲，我个人也觉得很遗憾呐。一个有英雄的弱小对抗强权的故事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但台湾往往都会因为对方弱小，或者我们觉得他们跟台湾差不多，我们要认同他，所以我们呢就刻意隐恶扬善，不说实话。但问题是，实话还存在啊！你想想看，对台湾人来讲，如果你今天不说实话，我们怎么知道泽伦斯基，怎么知道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反对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就跟以前一样，人家不愿意告诉你的真相，我们告诉你真相。那我们跟你说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你保护自己，让你可以好好的。哎呀，干鸡巴！我又忘了关那个音乐。各位，可见开场音乐多么容易忘记呀！有，好，已经关了，已经关了。来，各位事务所同学晚安啊！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基辅梦醒。1400页的录音带记录纸板抗议洗钱豪宅。当你用民主滤镜看了这一个泽伦斯基，看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要拆开来，是不是不好意思拆开来？那我们会讲到叶尔马克，泽伦斯基的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鸣笛起录音带，王朝建案纸板抗议戈培尔。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喽！基辅金光金散场，桃园深处锁高粱，纸板高呼吼律法，青年离岸渡他乡，前线绞肉心有冷，后院水疗笑未央，习送民主声响亮，今照岛屿向何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件3年来几乎没人敢做的事情。各位，你想想看，过去3年乌克兰基辅是一个 untouchable 的事情，就是他们绝对不会有错，他们绝对不会有问题，而你绝对不能说他们任何的不好。可是这不对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今天在5月11号的一个新的消息，让我们决定要开始照着不一样的方式，我把目标真相呈现给你看。贝尔乌萨斯说：“你不要说才醒嘛，有点晚了吧？来，没有证据，没有资料，我没办法讲嘛。我不能说因为我讨厌泽伦斯基，所以这个死小丑，我要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我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仔仔，那对仔仔来讲，他没证据，我不能因为我讨厌他我就打他嘛。所以最近证据出来了，我们就跟各位好好讲一下证据。但顺带一提，有一个新的消息，之前林志玲不是要担任台湾的文策会的董事吗？结果搞着，忽然之间他就说他不当了。那不当是什么原因？你当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这个报道呢，不是各位会注意到的。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林志玲为什么不愿意当文策会的董事？因为梁文杰。为什么是梁文杰？原因很简单呐，很多人不管因为嫉妒，他跟蒋永杰的状况很像，但是不一样。蒋永杰是真的什么经营管理能力都没有，党赏赐他一个台北101董事长的职务，这个是德不配位没错。
但文策会是文化创意产业策进会，他搞漫画、搞动画、搞演唱会、搞歌手、搞电影、搞 MV、搞连续剧。你说林志玲会比九把刀更没有资格去参与吗？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所以我认为林志玲可能就是好心妈耳根子软，虽然他家全都是绿营长久的铁杆支持者。但有人找他说，他就觉得说，好，那我也可以贡献一点这个能力，来辅导一下台湾这些年轻的文创产业的人。但是没想到，靠妈的，他被梁文杰拿来当样板啊！梁文杰在立法院被质询到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是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对不对？在记者会上面被人家问到，这个林志玲以前在中国赚很多钱啊，为什么要找他？你看这个内斗还是有合格有不合格的，就是贾静雯合格，林志玲以前赚过红钱不合格哦。结果梁文杰可能也算是好心，想要帮他圆场。他说什么？第一个，我们尊重文化部的权责，认同任命呢符合政策需求，好也没关系，这个也算对。但是这个人嘴就贱了，一下子溜出来一个妥妥的样板，要搞死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呢，艺人如果要脱中反台，为台湾做事，我们作为自家人，没有不欢迎的道理。也就是当前执政党啊，会描述脱中反台是说，他要减少对中国依赖，回归台湾本位的行为。他用这种方式对台派沟通说，你不要担心，现在他自己人啊，他弃暗投明了，他好不容易又回来了。哇靠，他的意思是说，既往不咎啊，即使过去有相关言行，只要现在愿意为台湾贡献，那就应该要包容他。各位，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要命就要命在你补了这一句呢，林志玲才真正挫赛。坦白讲，林志玲没有要脱中反台啊，他的逻辑是我今天回来台湾帮帮忙，你给我一个挂名董事，我也可以。那但是我们要靠这个赚钱，以林志玲的看瞻。你现在浪姐再拍一个浪姐10，她也可以回去的啦。但问题是梁文杰这个栽赃，这个绿帽子一给他戴上去，我看脱中反台那林志玲说：“妈的，我没有要脱中反台啊，我只是在台湾帮你。他妈，结果你吃我豆腐，把我灌成一个绿样板，没送，没人，不爽。我就算原来是绿营自己人。”但是我也不能让你这样吃豆腐，所以他现在辞了，他已经辞了。他说：“我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职务背后有这么多的象征。”我跟你讲，鬼嘞，动到蛋糕了啦！我也没有不喜欢林志玲或者是喜欢他，但问题是梁文杰跟民进党这种做法是斩草除根呐！他妈我都愿意来帮忙了，是我比台湾的文策院要大。结果你他妈把我灌到干这个人弃共投台了，我不是手榴弹，这是我带货的洛梨啦，所以要给各位看一看而已，我不是玩手榴弹，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真心没有玩手榴弹，我知道，所以林志玲已经嫁人了，她没有要放弃中国市场啊，那你他妈你给她摘了一个章，跟她说，我他妈很鼓励林志玲放弃中国市场，你是要他死了？你要他死吗？那这个才是不对的事情嘛。所以为什么林志玲要辞职？你也不要说什么他良心发现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他被贴标签了。那贴标签吗？还跟你玩哦？我才不要嘞！对呀，喵喵咪说这前面握手谢谢林志玲回来，后面补一刀说你脱中反台。靠腰，那他以后要不要回中国？他中国钱要不要赚？你是中国厂商，你他妈敢不敢再找他？有没有结婚不重要，他跟日本人结婚这个也都还好，是小事。所以你看民党这样狠不狠？民进党这样子是人家要帮你，我把你背后捅一刀，
退退暖、吐口水，让你全身臭，让你回不去。所以啊，林志玲为什么要辞？就是因为被梁文杰这样一搞之后，这个职务不能做了啦，不要再多讲了。Roy to Lu 8660第一次抖内给朱大加油啊！你最近节目的主题真的不错，受益良多。所以民进党这样搞人，你会让所有有能力的人不敢出头，不敢帮你。不信你看看，九把刀拿了吗？台湾1亿多补助，他现在能不能去赚中国的钱？他现在敢不敢回去？他不敢呐。所以嘛，对，你看贝尔乌萨斯讲的对，你现在被贴一个绿标签嘞，你被贴了一个托中反台哎。如果对岸再有任何厂商，再有任何文旅敢跟林志玲合作，你他妈光被网民干就干死了。所以很抱歉哦，志玲姐姐，台湾现在呢不可以选边站的。没有办法了，你今天选边站，你以为你让人家吃豆腐，他今天一口把你全身咬干净。所以很抱歉，志玲姐姐，你在低调的制服一段时间。那所以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哎，今天要投个票啊！来，我一边投票一边跟各位聊聊天。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其实就是泽伦斯基之前，当然很多人讲说他能力很差，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他有很大的机会贪腐吗？为什么媒体不报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被吹捧到这个阶段，大家回不了头了，大家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就会面对这样子。但很抱歉哦，乌克兰现在的悲剧啊，就是在于他们卡在一个前进退后不能动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那金盏花说九把刀本来就是独派，他不屑去对岸赚钱吧？你去查查看。柯景腾之前赚对岸的钱赚得可开心了啊！妈的！而且王大陆吸毒变成黑户之后，就他一直用，因为他也回不去啊。所以简单这样讲啊，九把刀自己有选择，没关系。来，我们要讲西方主流媒体跟台湾主流媒体啊，在过去3年来精心打造的民主英雄滤镜，我们今天要破解它。我们不能定罪它，但是我们可以破解它。我们从一支影片开始。2026年5月11日啊，5天前，美国右派最大的意见领袖 Tucker Carlson， 我先讲清楚啊 ，Tucker Carlson 绝对不是中立记者，不是什么路线多元的中立媒体人啊，他是美国右派最大的意见领袖，没有之一，就他最大了。他是前 Fox News 的当家主持人。他在 Fox News 还被电台嫌太偏川普被赶走，你看他有多偏川普？王大陆是逃兵，柯震东吸毒吗？我不知道啊。哎呦妈，金盏花你真当九把刀没有去赚过红钱哦？九把刀赚的红钱可多了嘞。你去看看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有没有在对岸上映？切！来，所以我不管，哎，干你真的 ，Jason 讲的没错，九把刀在当年在大陆很红啦。对呀、Tucker Carlson 是老 MAGA 的，在川普第一任就死的支持他。那跟川普的核心圈关系极深，他是可以随时电话拿起来就打给川普的人，只是最近因为川普太听
以色列的话 ，Tucker Carlson 认为你不该这样子为支持一个700多万人的小国，把整个美国赌下去。而王大陆是逃兵，王大陆没有吸毒吗？干，搞不清楚啊！现在妈台湾演艺圈一团乌七八糟，所以 Tucker Carlson 在5月11号释出了一个访问，这个访问的人呢，可不是一个路人，叫 Julia Mandel， 是泽伦斯基2019年到2021年的新闻秘书，就是总统府发言人。他当过泽伦斯基的官方发言人，他做过总统办公室，他参加过 Normandy Format 诺曼底模式的4方峰会啊。他看过普京，他是权力核心的人。如果他不是权力核心，那邱毅人也不是权力核心了。所以这个受访的女生是权力核心，是权力核心。那所以他讲了什么？他讲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我们先讲，因为这个台湾实在太少人报道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就先说，他讲泽伦斯基面对镜头是讨喜的咯叽咯叽 Teddy Bear 泰迪熊，但镜头后是歇斯底里的灰熊。他说，对核心圈而言啊，总统对古柯碱的依赖是公开的秘密。各位，他的前总统发言人指控泽伦斯基吸毒，我们这边不要相信他，我们不要相信他，因为他提供的资料只有他一个人的资料。但是我们用质疑的方式继续往下做，我没有要定他罪。他说，2019年泽伦斯基在巴黎私下对普京承诺，乌克兰绝不加入北约。他说，总统亲自要求团队要搞戈贝尔的政治宣传。他讲国家把前线绞肉机当作清洗异议人士的合法刑场，跟柯文哲不一样啊！柯文哲是羁押1年，对不对？你他妈敢在乌克兰反泽伦斯基，干送你到前线去！你看这个妙不妙？所以今天的东西的确，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不报，可能是自己除了《中国时报》之外，其他媒体完全没有。我是刚好看到《中国时报》报道，我想说，嘿，这事情这么大，怎么没有任何的主流媒体讲？哎，就是这样子。来，西方主流媒体面对这一件事情，这个96分钟的访问，这个权力核心的前核心女子，她亲口讲出来，结果什么？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全面静音。我们做过 X 上面的全方位扫描，我们用 Grok 扫了一遍又一遍，发现以比例来讲，挺泽伦斯基在这一个直播出来之后，挺泽伦斯基的还多个3-4%而已。纽约时报、BBC、CNN、Washington Post、Guardian 这些3年来把泽伦斯基塑造成丘吉尔在世，塑造成自由世界守护者的媒体，集体选择不报。基辅 Kiev Independent 这是一个基辅的官方报纸，火力全开，发表了一支逐条反驳的影片，点阅率15万。但你猜怎么样？这个点阅15万的影片呢，完全不提 Julia 所讲的具体指控，什么王朝建案的洗钱规模、鸣笛奇录影带的具体内容 ，Anna Goldham 1亿美金的回扣。Yermak 11月底下台，他们攻击是 Mandel 这个人，就是他们以言废言，他们觉得你这是贱货，你这个人呢是听俄罗斯的，你他妈的就是被中共收买的俄罗斯同路人，搞这个东西你要干嘛？西方主流世界的回应是：哎呀，这人已经失去理智了，他不值得回应，他是俄罗斯宣传的传声筒。西方主流世界就这样回应。
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式很熟悉呀？有没有觉得你在台湾看到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东西呀？台湾说莱猪无毒，他妈5年前呢，10年前说公投不绑大选比较公正，后来又要绑大选，后来又不绑大选，同样的逻辑变成Mendel 不值得回应，他精神有问题。不就这样，什么都是中共同路人。上次有一个青鸟出了车祸，然后网络影片上传，大家都骂这个青鸟，你怎么可以毫无良心不检查？猜猜看，当局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他说没有，他其实有回去看那个车祸现场，是中共释出影片，对岸认知作战。恁阿公嘞，妈的一个青鸟出车祸，对岸也要认知作战，解放军有没有这么忙？你去看，你各位网友，如果是对岸网友，你可能不信，我也不信啊。我想说，解放军什么东西都要介入哦，就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开车撞了人逃逸，然后那个影片也是中共介入，干中共很忙中共什么东西都要做，干是不是解放军拿到的统战经费太多了？麻烦中共审计单位稍稍注意一下吧，这个也可以怪到中共。我真心觉得你俩都是中共阴谋，好，都是。更惨的是什么？来，这个 Mendel 本人在访问播出之后几天，被列入乌克兰右翼资料库的 Mirotvorets， 这个字好难念 ，Mirotvorets 是俄文的和平制造者，这是铁血锄奸船的目标你看他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这样讲，根据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的学习啊，只要当局说他的话不值得查证，你就值得深入一条一条查证。为什么 Mendel 被列入反乌刺杀名单里面这个暗杀名单网站不是论坛，不是愤青留言板，不是 Threads， 它是有情报部门暗中支持，列入后真的有人被杀也就是这是乌奸名单，他只是接受一个访问说，泽伦斯基其实背后有很多阴谋。前总统府发言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几天之后就被列入汉奸清单，这就是2026年的乌克兰民主。那台湾怎么着的呢？台湾安静啊，台湾不要说反驳了。我查了一轮，台湾的主流媒体在 Mendel 访谈、Yermak 下台、王朝建案这几个重大贪腐新闻上面，几乎是零深度报道，零深度报道。3年来，在中央社、自由时报、这个 ET Today 等等这些媒体上面疯狂炒作泽伦斯基演讲，泽伦斯基好勇，泽伦斯基好棒，乌克兰顽强抵抗的这些人，现在来连乌克兰公布的1400页贪腐电文的抄录，一页都没有人翻，一页都没有人翻。我跟你讲，这比爆料本身可怕100倍。当所谓的民主阵营核心媒体面对这种规模的内部吹哨者爆料，只能金口不言。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认知安抚产业链的乌克兰版加上台湾版。3年来，他们卖的不是新闻，是民主自由还在打赢，民主自由好干净。今天我们都是乌克兰人。这是卖安全感，这是保险套，让你觉得放心，但是你其实不应该放心哦。今天这个商品的纸包不住火了，他们选择把火塞回纸里，不要看丢掉，继续卖。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包装撕开来，给各位看真相。Mendel 以前还出过书夸奖泽伦斯基嘞，结果访谈立场翻转，他就变成俄罗斯同路人了。来，我们先这样讲，我们讲了西媒、台媒的集体静音哦，
这段我们把镜头从基辅拉回到台北，我们等一下会细讲这一系列的乌克兰的贪腐案，跟乌克兰试图要把反贪组织给压掉的这件事情。来，我们先讲2024年5月9号。美国时间，我们的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现任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美国顶级的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发了一篇专文，标题很长，叫做 "Defending Taiwan by Defending Ukraine: The Interconnected Fates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翻成中文叫捍卫乌克兰即是捍卫台湾。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世界民主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2天后呢，5月11号台湾时间，外交部发的新闻稿，中央社、联合报、自由时报、TVBS 全部跟进，大规模报道。各位，你常来我们这边听直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这个东西叫做出口转内销。你先在西方顶级期刊投书，然后官方发新闻稿，国内媒体大幅报道。这篇文章从来不是要说服华府的决策圈，是要说服台湾人民的政治文宣。而且这个时间点很好，很巧，9天之后，赖清德5月20号上任，吴钊燮卸任外交部长，转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换句话说，这篇 Foreign Affairs 文章是吴钊燮作为外交部长的毕业代表作，同时也是替接下来他主导的国安会跟赖清德政府的对外论述提前画好框架。各位，停1秒钟下来想一想，外交部长，台湾的外交部长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这是国际外交圈的顶级舞台，专门呼吁全世界捍卫乌克兰民主，把乌克兰跟台湾绑在一起。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捍卫乌克兰即是捍卫台湾。这9个字就是赖清德政府过去2年对外论述的基底。而今天呢，2026年5月16号，我告诉你过去这6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2025年7月22日，泽伦斯基签署法案，要剥夺纳布跟萨普2个乌克兰最高反贪腐机构的独立性，要把它直接纳归总统府管辖。基辅街头爆发了开战以来唯一一次最大规模的纸板抗议。2025年11月28日，经济学人确认泽伦斯基的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号称他是副总统加首相加共生体，跟泽伦斯基2位一体3合一的叶尔马克下台。哪部反贪腐组织对他发动搜查？经济学人说，乌克兰的内部民调显示，叶尔马克下台，连带让泽伦斯基的信任度腰斩。2026年5月11号，叶尔马克被哪部正式起诉洗钱罪。2026年5月12号，前副总理 Chernyshov 也辞职。2026年5月11号 ，Tucker Carlson 释出 Mandel 96分钟的访谈。过去半年，乌克兰发生的爆料规模是我有印象以来战时政权离崩溃最近的距离。而台湾媒体在座的各位，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对岸，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细节？有多少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报啊。台湾新闻几乎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如果你只看台湾新闻，你不会知道的。甚至你看主流的西方媒体，你也不知道。好了，但是我们讲一讲台湾的外交部呢？台湾的外交部做了什么事儿？我们的总统、副总统做了什么事儿呢？
很抱歉，没有做什么事儿，没有做什么事儿。那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事？因为不方便说啊，长官，不方便说呀。那为什么不方便说？因为现在不好意思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些事呢，没有办法解释。以前挺他挺到死，3年来那些在 Foreign Affairs 上写专文要全世界捍卫乌克兰民主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前外交部长、现任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嘞，集体失声，没我都恭维，没有讲话。来，我回顾一下过去3年来台湾是怎么吹捧乌克兰的。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后不到10天，外交部开始募集乌克兰的物资，1周内收了4000箱。2024年3月28日，时任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说美国援助乌克兰对嚇阻中国至关重要。2024年5月9月9号到11号，刚刚讲那篇 Foreign Affairs 捍卫乌克兰即是捍卫台湾出口转内销的大外宣。2024年7月9号，外交部捐了20万美金给基辅市的奥迪马特儿童医院。2024年10月4号，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乌克兰国会议员访问台。2024年12月14号，我国捐了400万欧元给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乌克兰复苏及重建担保机制。乌克兰都快被打烂了，我们捐了400万欧元给他们的复苏担保机制。2024年12月26日，外交部欢迎乌克兰利沃夫市长率团访台，然后毕业代表作之后20个月。2026年1月22号，你说泽伦斯基若是知恩图报，若是在公开场合跟台湾绑在一起，就知道那可能还算是知恩图报，还算是懂回报。但是不好意思，2026年1月22号，泽伦斯基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干台湾。他说：“妈的，你们一直在私底下运设备、运高科技给俄罗斯，你们混蛋！”他说，俄罗斯生产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无人机，这些用来打基辅、打哈尔科夫、打敖德萨的东西，关键零组件包含了来自中国、欧洲、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电子零组件。注意这个动词，包含台湾是被点名的多国之一，但被点名了。泽伦斯基没有说哦，过去台湾对我很好，过去台湾一直说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过去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还说，今天我们都是乌克兰人，他没有顾及这件事情。他没有，他开干台湾。台湾被点名了，这代表什么意思？等于是泽伦斯基当众指控台湾是俄罗斯军工产业的帮凶。而我们在做什么？3年来，我们外交部长花了几百个小时写专文，上国际媒体投书，呼吁全世界捍卫乌克兰，即是捍卫台湾。换来什么？换来吴钊燮投书 Foreign Affairs 20个月之后，他写文章要救要挺的那个泽伦斯基，在 Davos 国际大舞台上一点情面都没留，直接把台湾抓出来批判啊，热脸贴上冷屁股这个成语，从此有了历史教材。而且从以前到现在，有在听我们直播的网友应该记得，我们为了乌克兰得罪了现任美国的国防部次长 Elbridge Colby。Elbridge Colby 说，美国的武器应该优先援助台湾，因为乌克兰这个战争拖累我们，拖累太多了。猜猜看，吴钊燮跟萧美琴怎么说？吴钊燮跟萧美琴直接投书说：“我不用你先请，先支持乌克兰，我台湾不要。”妈的，你看看现在台湾被怎么玩？当年人家要把武器给你，你直接打脸现在的现任国防部次长 Elbridge Colby， 你觉得他不会记仇吗？
你觉得人家好心千辛万苦说，哎，我们要排除众议，我们把武器不要给乌克兰的，优先给台湾。结果你说我台湾人，我台湾大使我不要，你先请。后来 Albert Kobe 还为了这个事情特别投书台北时报 Taipei Times。结果你看现在台湾的国防军购被搞成这样，你以为没有关系哦？当然有关系。竟然是我 OK 你先请，你打脸美国要把武器优先送你。好了，我们为了这个得罪美国的 MAGA 派，美国的青壮派新锐国防部次长也就算了，结果赖校长在第二天1月23号还被迫在 X 上面发文回应，核心3句是：第一，台湾不容许协助侵略者；第二，请泽伦斯基把情报给台湾，台湾愿意交换更多资讯，就叫情报共享；第三，呼吁双方就打击第三地转运隐匿货品最终目的地的违法行径进行合作。同时，外交部也像读稿机一样跳出来，呼吁乌克兰政府向台湾提出具体情资。各位，你看懂了这个真实含义了没有？这不是两国元首建立高层次战略同盟的历史时刻，这是被人家当着全世界打了一巴掌之后，捂着脸试着找台阶下的政治卸责话术啊！说穿了就是，你说我们家零件流到俄罗斯好啊，你把证据拿来，不然我怎么查？这背后暴露了3个残酷的事实。第一，戳破了台乌同盟的粉红泡泡。他如果把你当同盟，他不会公开干你，他可以私下告诉你啊，他可以私下说，请你想办法遏制这一个问题。他没有，他直接一巴掌就开干。来，所以台乌同盟根本是假的。20个月，吴钊燮发文之后，在 Davos 一点情面都不留。第二，交换资讯，提供具体情资，说穿了就是政治卸责。这不是合作，这把球踢回乌克兰。那后来有没有跟你交换情报，我们根本不知道啦。好啊，你说我违规，那你举证嘛，不然我装没事，对国内有个交代而已。第三，第三地转运根本防不住。台湾的高阶晶片透过香港、中东、中国大陆这些第三地起产地转运，没有美国老大哥的终端追踪，台湾自己根本不能跨国查核，根本不能。赖政府嘴上喊加强管制，实际上拿什么管？管不到嘛。你客气一下，我客气一下，大家演一演而已。而且不止赖校长，3年来台湾的主流媒体跟政治评论员呢，有非常大一部分包含了某报的什么专栏作家，直接把赖清德跟泽伦斯基并列，把泽伦斯基当作台湾国家领导人应该效法的对象。是的，你没听错，台湾应该效法的对象。效法什么？效法4.6亿格里夫纳的地下碉堡跟洗钱案吗？效法强制征兵作为政治惩罚吗？效法把外国记者列入暗杀清单吗？效法签法案剥夺反贪腐机构的独立性吗？效法把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妻子在战时拿超过2000万格里夫纳去买195平方米的豪宅吗？你知道最荒谬的是什么？当1400页的录音带，贪腐交谈的录音带记录转述稿，在2026年4月底外泄。Yermak 5月11号已经被起诉了。Mandel 访谈5月11号播出，这3件大事挤在同一招。台湾外交部的官网、赖校长的 X 相关政治人物林非凡全部都不敢吭声。当英雄神话破产的时候，当初拍照打卡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跟你讲，这就是认知安抚产业链。3年来，这些人卖给你的不是国际新闻，是民主自由还会赢的镇静剂。今天纸包不住火了，他们选择换一包纸继续卖，转身去吃饭，转身去捧沈伯洋。简单说，当我们的外交部长3年前在 Foreign Affairs 上写专文，要全世界捍卫乌克兰民主，20个月后他写文章要救的泽伦斯基，在 Davos 把你台湾抓出来狠干，在5个月之后，1400页的贪腐录音带的抄录文本外泄，那个民主，那个你要捍卫的乌克兰当局，是一个4.6亿格里夫纳的地下碉堡，这个落差不是讯息落差，是结构性的诈欺，而且这个诈欺已经被泽伦斯基自己当众撕破了。他在 Davos 连台湾都点名了。那20个月前花大力气捧他的台湾外交部长，现在能站出来说什么？而台湾的主流媒体跟政治圈现在集体失声，就是这个诈欺的共犯，而且钱是人家赚。你他妈跟人家共犯个屁呀！有病是不是？来，我们这边呢已经讲完所谓的这个台湾吹捧史，接下来要告诉你乌克兰真正发生的真相是什么？什么叫真相？真相就是台湾没有报的这件事情。那个挥笑说朱大越清醒的人越忧郁啊，也不能这样说。刚还有一个妈傻逼说朱姓更生人，在战时要求民主，其心可诛，干你娘！战时有没有民主可以再讨论哦，但是战时就可以贪腐吗？就可以一大堆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吗？有没有搞错？你他妈青鸟就这个德性，就这个等级哦，所以只要打仗贪腐都可以哦。我等下跟你讲清楚啊。我们先讲泽伦斯基有2个版本，这个是他的总统府发言人讲的。Mandel 一开始就直接告诉各位什么呢？告诉各位说，泽伦斯基有2面人。等一下，我刚忘了开目标，好了，随便。今天讲的内容呢，正常管道听不到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开心呢，就抖内一下好吗？各平台都算。他说泽伦斯基在镜头前的版本呢是个 teddy bear， 很可爱，很眼神无辜，声音压低，需要援助，需要支持，需要温暖。这个版本是给西方领袖看的，是给拜登看的，是给马克宏看的，是给冯德莱恩看的，给日本首相看的。镜头一关，回到内部决策圈，妈桌子一拍，干你娘就冒出来了。他变成 Grizzly 灰熊，歇斯底里，毫不留情，把幕僚当免洗筷，随时可以情绪性的切割任何人。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看过这个剧本吗？有啊，3年前就有嘛。某个总统在媒体前是谦谦君子，内部会议拍桌爆粗口，同一个套路。再往前推，更多总统都这样。这不是俄乌战争独有的，是权力心理学的普世价值。一集嘴炮记录是说 Teddy Bear 还不如 Sugar Daddy 哦，谢你。但泽伦斯基这一套有个特殊版本，我跟你讲 ，Mandel 讲了一个更精细的观察。他说泽伦斯基的双面性不是对外柔软、对内强硬这么简单，而是他把底下的幕僚当免洗筷，随时可以可歌可泣，可歌可泣，随时可以政治切割，随时可以为了情绪发泄可以丢掉。这个在组织行为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Machiavellian performance，
马基维里式表演，简单讲就是领导人把每个下属都当作可消耗的工具，没有忠诚回报，没有情感连结，纯粹功能性使用。结果呢？结果就变成内部没有人敢讲真话，因为你今天对泽伦斯基讲真话，说战况不利，说某个这个政策有问题，那就算了。但问题是啊，明天你就被总统切割了，被丢去前线当炮灰，被丢去国外当外派，或者是直接被 Mr. Voras 列名单，练成铁血锄奸船的名单。于是底下所有人，将军、部长、情报主管，全部变成过滤器，过滤掉令总统不悦的真实战况，过滤成令总统开心的虚假报告。这个现象英文叫什么？叫 chilling effect， 翻成中文叫寒蝉效应。当组织内所有人都怕被惩罚，他们会自我审查到谁都不敢动，结果是总统再也听不到真话。接下来呢，我必须要郑重讲清楚 ，Mandel 讲说为什么泽伦斯基情绪会这么激烈。Mandel 说，大家都知道他吸古柯碱，他说是什么状况？就开会的时候，他中间会进洗手间，出来之后就异常亢奋、躁动，情绪高涨，不断吸鼻子。这边是 Mandel 的指控，那但是没有药检报告，没有独立证据，没有监控录影 ，Mandel 个人说的。而且，2019年大选期间，泽伦斯基跟前总统 Poroshenko 为了毒检吵翻天，双方还曾经公开验尿，所以这个指控有历史延续性。这一条就说给各位听，你们自己判断。那为什么？但问题是，就算这条指控只有一半是真的，对乌克兰的国安是大威胁。什么大威胁？古柯碱这类中枢神经刺激剂会让使用者产生夸大的自信、偏执狂、攻击性、严重误判的风险。如果国家最高统帅在这种状态下批准军事行动，进行国际谈判，下达清洗政敌的指令，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简单的结论是，不管药物指控属不属实，泰迪熊、灰熊这个双面性格本身，加上幕僚当免洗筷造成的寒蝉效应，加上了 Mandel 出来爆料后立刻被列入暗杀清单，三件事加在一起，已经足够告诉各位观众一个事实：这个人不是丘吉尔，他是个情绪不稳，在组织内没人敢顶嘴，爆料者会被消失的暂时统治者。台湾要学吗？要学什么？好好的讲啦！哎，来，我们讲，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听俄罗斯的说法之后呢，就告诉大家说，对对对，就是有这样，那算了，那是我们的错。我们把镜头转到基辅，基辅街头发生什么事情？台湾不报哦。台湾为什么不报？我也不知道啊。基辅街头出现抗议，不是很严重吗？来，2025年7月22号下午，乌克兰国会啊Verkhovna Rada 拉达，就他们的立法院通过了一个叫做12414号法案，263票赞成，其中185票来自泽伦斯基的人民公仆党。这个法案做什么？这个法案要剥夺 NABU 跟 SAPO 反贪腐机构的独立性，就以后这两个单位就直属谁？直属总统府的啦，直属总统府了。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一个单位直属总统府，那还谈什么反贪腐？就是刑不上大夫，刑不上总统哦。NABU 叫做国家反贪腐局 ，SAPO 是特别反贪腐检察官办公室，这个就等于是台湾如果有成立的，就是国家反贪腐局，这个台湾以前没有，
还有特侦组，这2个机构是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被欧盟跟美国强烈要求设立的，这是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入场券条件之一。3年来 ，NABU 一直独立运作，不受总统办公室控制。但2025年7月22号这一天，泽伦斯基说不要啦，我不要再有这个独立的组织，因为显然动到了他的蛋糕。当天通过日落前他就签了，从立法院通过到总统签字几个小时之内完成。各位想象一下这个速度，一个关乎国家加入欧盟的重大法案，因为乌克兰实在太贪腐了，欧盟觉得你贪腐方面完全不能过关，所以要你成立独立反贪腐机构。结果2025年就跟刚那个智障青鸟一样，他说我说不要就不要了，政极天下。这个重大机构关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不管在战时也好，和平时代也好，正常的民主程序需要辩论，需要委员会审查，需要公众咨询。他们在日落前签完了，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NABU的火快烧到自己身上了。那天晚上7点开始，世界变了。基辅不是说团结一致支持泽伦斯基吗？台湾好到现在都以为是这样子，结果不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的状况已经跟你以为的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人们涌上基辅街头，涌上敖德萨、利沃夫、第聂伯、扎波罗热5个大城市同时爆发抗议。各位，这是在战时嘞，战时最大规模的反乌克兰当局政府的抗议，聚集点主要在基辅的 Ivan Franko 戏剧院前广场。来抗议是什么人？大部分是20多岁的乌克兰年轻人，其中很多是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革命时还在念高中，现在已经当完兵或是还在前线轮休的这群人。他们觉得3年前他们上战场是为了避免乌克兰变成俄罗斯，3年后总统在做的事情跟普京剥夺俄罗斯独立媒体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手上拿的不是布条，不是专业抗议的横幅，是纸板，是手写的纸板，是我们拿来包蜂蜜的纸板。写什么？ Hands off NABU， 手不要碰NABU，你别给我碰国家反贪局，别给我碰特侦组。Corruption applauds， 贪腐、贪官污吏在为你鼓掌。Ukraine is not Russia，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Why the fuck do I need a system that works against me？ 我干嘛要一个专门恶心我的体制？那个静安说充电宝真好用，外形做很好看，缺点就是充电孔3孔有点少。靠腰的，幸好来，你如果觉得3孔有点少，你可以买这一台。这一台是最大的充电站，4万毫安培，而且证明了我刚摔了没有坏，目前还有93%的电。它有2个 USB， 2个 Type C 跟1个感应式充电，开不开心？后面还有散热嘞，但是要4、5千块，所以重点不是充电孔少，而是你要买贵一点的，好不好？来，所以这场抗议因此有了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很有趣。为了纪念当年的抗议，你看到没有？基辅的纸板抗议。你看它上面有些地方写俄文，有些写乌克兰文，这就是基辅梦醒。所以这场抗议因此有一个外号叫做 Cardboard Maidan， 对应2014年的广场革命。但是这次跟2014年完全不一样哦。2014年抗议的是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现在抗议是被西方供奉为民主英雄的泽伦斯基。
抗议人是同一群，但被抗议的对象从俄罗斯傀儡变成了西方宠儿。各位的想法应该是，那这个会被镇压吧？哦，我跟你讲，并不是没有镇压，而是西方的压力很快就来了。从欧洲到媒体到美国，他们都开始问说：你拿公嘞？不是说你是民主自由先锋吗？不是说你是反贪腐先锋吗？结果呢？你要搞这样子，你是跟我作对，你不想要加入欧盟了，是不是？国际压力就来了。欧盟警告你要剥夺纳卜的独立性，我们考虑暂停对你的金援。G7 发声明谴责，德国、法国、波兰外长私下打电话到基辅。2天后，7月24号，泽伦斯基说：“哎呀，没有，误会，我搞错了，我们不该提这个东西，我会提交新法案恢复独立性。”7月35号呢？国会又再通过了13533号法案，331票赞成，0票反对，恢复了纳布跟沙普的独立性，总统府再也管不了他。各位，这个法夹湾 U 型大回转啊，比这条法案被签下的速度还要快，从通过到撤回9天，9天的故事，这个事情，各位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泽伦斯基为什么这么急着剥夺反贪腐机构？为什么要赶快把特侦组裁了？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后来的调查文章说，2025年11月底说，法案12414是泽伦斯基跟 Yermak 从底层操纵的，意思是这不是国会议员自发，不是某个派系的局部行动，是党主导的，是总统办公室主导的。而剥夺纳布独立性的真正目的啊，是要阻止 Energoatom 乌克兰的核能公司1亿美金回扣案的侦办。4个月后，2025年11月28号 ，Yermak 泽伦斯基的左右手，他的引武者，他的总统府办公室主任 Yermak 下台。5个月后，2026年5月11号 ，Yermak 被正式起诉。那些2025年7月在基辅街头举纸板的年轻人，他们是对的。他们提前4个月知道了西方主流媒体一直拖到11月底才报道的事情啊。所以你要把当局的话术反向解读，在这边不只是台湾，在乌克兰也一样。当政府急着剥夺反贪腐独立性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保护国家安全了，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基辅的年轻人看得很清楚啊，西方主流媒体装聋作哑了4个月，台湾媒体从头到尾没看到这个故事啊，台湾应该效法的对象，人家发生了乌克兰版的太阳花呀，结果台湾人通通装死。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今天我们都是乌克兰人呢。你有没有跟着抱怨？你有没有抱怨？所以这些年轻人很清楚，政府在保护自己。西方主流媒体装聋作哑4个月，台湾几乎都没有看到故事。哎，在座的各位，你过去有看到这一类新闻的，请按1；没看到的，请按2。真心报道乌克兰都是正面叙事，乌克兰好棒棒，乌克兰横扫莫斯科，乌克兰又赢了，乌克兰又占领了土地，什么东西都有。大部分人没看到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乌克兰是一个我们重要、那么重视的一个案例，怎么它有负面消息的时候，就他妈不报了嘞？我们连这场抗议在台湾都没看见，对岸网友有没有看到？至少对岸网友在这个新闻上面应该看到比我们多。来，我这边讲了半天，我终于要告诉你，前面闹了半天的这个贪腐案到底是什么？
这个贪腐案叫王朝建案 （Dynasty）。我们前面讲了，2025年7月，基辅年轻人纸板抗议，他们抗议的是什么？王朝建案。王朝建案哦 ，X 上面也很少，是不是？来，王朝建案是什么？就是你后面看到这个背板，他妈的，这个是乌克兰的基辅权贵在战时特别盖的极为豪奢的建案。基辅南郊有一个小镇叫 Kozin， 距离市中心开车大概30到40分钟，大概就新北到桃园之间的距离。在这个小镇上呢，从2022年2月开始动工了一个叫做 Dynasty 的住宅合作社，就是社区啦。规模有多大？8公顷。你看我后面这个8公顷就是这么大。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呢是25.9公顷。王朝建案啊，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园的1/3，在 Kozin 这种小镇上面是个天文数字的私人专案。内容是什么？4栋超级豪宅，共用的豪华水疗中心，共用的 SPA， 人工湖泊、码头，大面积的私人森林，外人进不去哦。专属的防空系统，我不是讲防空洞哦，我他妈是讲飞弹呢。我他妈是讲有反空袭的防空武装还有私人地下碉堡。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防空系统加地下碉堡？这个配置不是给想要避世退休的有钱人住的，这是给知道战争要来，所以提前盖好避难所的人用的。这个事情夸张的地方在哪里？夸张的地方在哪里？他提前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还没开始，他就开始盖了。2022年2月16号，在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前8天，Yermak 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跟他的设计师在讨论这个豪宅的细节。这才不是末世生存爱好者嘞！干！这个很夸张，对不对？战争还剩8天就要开打，结果最高权力者在跟他讨论说：“干，我这边要盖一个豪宅，而且我要有地下碉堡，我要有防空设施，我只盖4栋。”哦，那你说奇怪了，就这么巧，他们为什么其他人都不知道？你的居民、你的部队活生生的上战场送死的时候，你在后面要盖碉堡？各位，等等，你仔细想一想。这代表泽伦斯基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在俄罗斯入侵之前已经知道入侵会发生，而且提前盖好自己的避难所吗？对，没错。而且监听的资料呢，里面有具体的对话记录，从建材讨论到 SPA 的位置都有。更荒谬的是什么？更荒谬的是，俄罗斯在2月24日全面入侵之后，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对不对？男性禁止出境，年轻人被征兵，王朝建案不仅没停工，反而日夜赶工，加速兴建啊！各位，他妈刚还有一个青鸟说，战时怎么可以要求民主体制？干你娘嘞！那战时怎么可以盖豪宅嘞？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全国人都被征兵，大家说团结一致对外，就我他妈在那边盖豪宅，盖。那你觉得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啊。为什么反而加速兴建？为什么反而越盖越快，越盖越高？因为这群官员在战时拿到了新的预算支配权限。国家越乱，战时援助越多，他们越能从中抽钱。钱从哪里来？哪部的侦办结果呢？主要来自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 Energoatom 承包商回扣。
问题是他的工人不是都被抓去当兵了，怎么还有工人？当然就是总统的案子不能抓呀。你的工人每天会照常上下班，照常赶工，因为那是总统的案子，征兵局不敢抓人。经济学人在2025年11月的报道说 ，Anna Golden 从这个承包商那边呢抽走的回扣至少1亿美金。那这个1亿美金投注过来是换成了什么东西呢？你看我后面啊，王朝建案的规格是什么？初始预算850美金，实际洗钱的金额1050万美金，单一区块哦，就是光配电、电线。电线的配置花了130万美元，一个区域配线花了3900万新台币。如果你还没有感觉，我换个角度，乌克兰退休基金 PFU 在2026年初停发了33万7千名乌克兰老人的退休金，理由是没有通过身份验证。把这几个数字摆在一起看，你停发了33.7万老人的退休金，你的总统办公室主任花了130万美元配豪宅的电线，你的核电公司被抽走至少1亿美金的回扣，你盖了一个4.6亿格里夫纳的私人庄园，而前线士兵在零下15度的壕沟里轮班。我跟你讲啊，这不是贪腐，这是对自己国家的内部掠夺，他在对自己国家下毒。最荒谬的事情，在这个整个监听录音档案里面哦，涉案人物了，这个当局为了不暴露身份，用代号称呼。我们把代号跟身份对照给各位看。R1 叫做 Vova， 是泽伦斯基本人 ，Vova 是Volodymyr 就是弗拉基米尔。鸣笛奇在录音中直接提到有一栋房子，这个王朝建案里面有一栋房子是 Vova 的。总统贴身安全负责人 Max Donas 多次出入鸣笛奇的住所，协调事务。R2 Andriy叶尔马克前总统办公室主任，2026年5月11日被NABU正式起诉。R3 Timur Mendic 是泽伦斯基95街区娱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就是他是演员嘛，那是他的经纪公司啊。他是总统最亲密的友人，目前藏匿在以色列。R4 Oleksiy Chernyshov 切尔尼绍夫是前副总理，2026年5月12号被起诉。代号暴露之后，乌克兰社群网络出现一句话：我们以为他在保卫乌克兰，原来他们在保卫 R1 到 R4 啊！真相总是伤人。这4个代号背后是过去3年西方援助流向的真实组织。当你的核电公司、社会福利、征兵预算被这群人变成一栋有 SPA 跟地下碉堡的庄园，你正在为保卫民主捐的钱，最后变成了权贵在水疗池里面的泡澡水。而台湾的外交部3年前为了这群人写过 Foreign Affairs 专文，捐了几百万欧元，希望泽伦斯基住得开心啊！来，我们把王朝建案的潘朵拉盒子打开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打开这个盒子之后，泽伦斯基的政权支柱怎么崩塌。2025年11月28号清晨，基辅市中心NABU跟反贪腐检察官办公室 SAPO 的调查员直接闯进总统办公室主任 Yermak 的住所搜查。各位同学，在乌克兰这种战时体制之下，这个动作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反贪总局竟然发动搜索，也就是叶尔马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经济学人那一篇2025年11月28日的报道下了一个非常重的标题：
叫做 A corruption scandal cost Vladimir Zelensky his top aide。贪腐丑闻让泽伦斯基失去他的头号亲信。叶马克是谁？叶尔马克是泽伦斯基的副总统加首相加 symbiont， 是共生体三合一。也就是说，有些人说他对乌克兰领导人有着几乎神秘、没有办法描述的影响力啊。战时体制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的权力本来就比平时大。叶尔马克任内让这个位置变得更强，他用亲信填满了关键岗位，那些不愿意听他指挥的人，比如说前外长这个库列巴、军情局局长这个布达诺夫都碰到了麻烦。想象一下，这种地位的人下台会发生什么事情？信任度会崩盘呐！经济学人揭露一个内部民调，他说在哪部揭露了贪腐之后，对总统的信任度下跌一半，砍半，而且不止腰斩。在假设性的选举中，泽伦斯基会输给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Valery Zaluzhny， 也就是2023年反攻失败后被泽伦斯基切割掉。目前被派驻伦敦当大使的那位战争英雄，甚至可能输给军情局局长布德诺。L 小大爷说 ：“I'm super surprised. Taiwanese media says nothing。”你应该要看看，就真没有啊，就真没有，不是我们瞎扯啊。这些事情通通不报。你那么支持的国家出了这么大的贪腐事件，不敢报，为什么？因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呐。所以你会觉得说，搞到这样子了，为什么泽伦斯基还不下台？两个原因。第一个，暂时无选举，就像你青鸟各位支援乌克兰那些人讲的，打仗的时候有什么民主嘞？泽伦斯基的第一个任期5年合法任期，理论上在2024年5月就到期了，但因为在战时状态无法举行选举，所以他现在的总统身份在宪法层面有争议。普丁2025年11月27号那场记者会就直接说乌克兰领导层不合法，虽然这是普丁的政治语言，但他指出的问题是真的，真不合法。第二，川普已经绕过泽伦斯基了。尤尔马克下台当天，他本来预定要飞迈阿密跟川普特使 Steve Witkoff 开会，讨论川普版的和平方案，一个乌克兰看了等于投降的方案。尤尔马克下台，让这场会议取消。下周 Witkoff 继续飞莫斯科见普丁。你看到这个讯号了吗？讯号是川普已经不指望透过泽伦斯基处理这场战争了。继任者可能是谁？但是战争不可以放弃哦，一定要继续打呀，不然泽伦斯基下台一定被抓的。他就跟我们讲的以色列的纳坦雅胡 Netanyahu 一样啊，有3个人啊可能接手，现任副总理、前驻美大使跟首席谈判代表，但是不管谁接都不会像尤尔马克那么有权。尤尔马克是泽伦斯基本人赋予的权力延伸，这个权力一旦收回，不会原样转给下个人，所以结论很清楚。当局怎么说，我们就要反过来讲。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只要下台，10月大选输了，他一定会被关，一定会被判刑。不用说了，我就这样讲。林长佐说：“此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好啊，贪腐的乌克兰好啊。”来，只要当局说我们已经换掉问题人物，会继续团结抗俄，这就是政权核心已经崩塌的讯号。尤尔马克下台不是泽伦斯基摆脱污点，是泽伦斯基失去左右手，信任度腰斩。川普绕过你，和平谈判被别人主导了。结论是什么？
是泽连斯基政权目前处在4个半月以来离崩溃最近的距离。一个前任高级官员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讲，他说：“现在换掉叶尔马克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现在最好的希望是快速签和平协议，然后尽快进行更广泛的民主重启。连他们自己内部都看清楚了，但是台湾不能跟啊。台湾为什么不能跟？台湾如果跟乌克兰也签民主协议，那还得了？那还得了？民进党怎么办？没办法呀！唉，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前副总理也被起诉了，总统府办公室也被起诉了。这个暂时的乌克兰权贵桂花园，怎么会他的民众不觉得贪腐？他妈，我们前线在填这个战壕，我们前线在被杀手干，你在后面给我盖一个8公顷1/3大安森林公园，然后4.6亿格里夫纳，那你要干什么？所以现在如果选举，泽伦斯基几乎会输给任何一个挑战的对手。那你说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能够跟人家打仗？好，各位进来先按赞啊！今天我忘了提醒大家，赶快先按赞。我不知道现在按赞多少了，所以直接继续下去。你看最扯的是什么？华哥有讲啊，妈按赞免费，你就按一下嘛。最扯的是这个贪污的豪宅、贪腐的豪宅，不但在战前就已经规划好，而且战争时候继续盖，还有专属的防空系统。好了，我们前面讲了，耶尔马克下台会有政权崩塌。好，我们目前469按赞了，好歹先突破500啦，再有31个人按赞就好了。来。2019年12月9号，在巴黎的爱丽谢宫呢，法国总统马克宏跟德国总理梅克尔召集了诺曼底模式的4方峰会。泽伦斯基当时刚当选总统半年，普京已经普丁当了20年的克林姆林宫老板。那场会议公开的议题是顿巴斯战争，当时乌克兰好已经破500了，谢谢大家。普丁已经当了20年的克里姆林宫老板，所以公开议题是顿巴斯战争。那个时候，乌克兰东部已经跟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打了5年。公开台面上，泽伦斯基签署了所谓 Steinmeier 公式、施泰因迈尔公式，同意给顿巴斯特殊自治地位，交换停火。但 Mandel 在 Tucker Carlson 的这一个访谈时候呢，17分12秒的时候说了一个台面下的事。他说，泽伦斯基当时私底下对普丁承诺说：“我绝对不会加入北约，我乌克兰绝对不会加入北约。”那个宣轰倩说，这个豪宅好像没有听到台湾媒体报道，因为没有报道。你不是没有听到，不是你的错，是没有报道。5677杰森，谢谢你抖内的一个贴图，就没有报道啊，所以你才会觉得泽伦斯基依旧好棒棒，乌克兰依旧好棒棒啊。好，他对普丁承诺之后，这是 Mandel 提的论点啊。那他说的有人不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也没有第二个出来证实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条我们就用 Mandel 讲了，你要不要信你判断。但是这条论点为什么重要？因为本来可以和平的，本来可以妥协的，但是不能妥协。他解释了2021年到2022年初的局势，当时普丁不断的强调北约东扩是俄罗斯的安全红线，多次警告乌克兰不要加入。泽伦斯基本来在2019年靠终结顿巴斯战争这个和平政见，压倒性的赢得大选，选民相信他可以谈和。但接下来这个转折就真实发生了。泽伦斯基后来发夹弯了，2020年公开强调乌克兰一定要加入北约，把这个目标写进宪法。
从一个踩在大国红线上往后退的立场，变成踩在红线上往前进。然后 TW Chris 31啊，他人在莫斯科，他说台湾现在都在报乌克兰无人机打到我这里，要洗蓝白党无人机预算。干住俄罗斯人知道这个东西吗？就是开玩笑而已啊。那打了，你能不能决定战争呢？你没办法。好，不管 Mendel 私下讲的承诺有没有存在，但法夹湾这件事情是公开言论就更改了。那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但是你知道吗？当时根据私下的情报消息，和平的机会并没有立刻消失。2022年春天呢，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乌俄双方坐下来谈判了。根据当时的乌克兰代表团之一有前总统顾问 Arestovito 以及俄罗斯外长 Sergei Lavrov 后续的说法，和平协议当时已经完成90%的起草，90%已经写到90%了。内容包括什么？第一个，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换取其他形式的安全保障；克里米亚跟顿巴斯领土问题暂时搁置，意思是双方实质上默认领土现状。双方代表团甚至已经在准备安排泽伦斯基跟普丁的首脑会谈，来敲定最终细节。然后，2022年4月9号，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突然访问基辅，这个事情很奇怪，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忽然之间他就跑去基辅访问了。Mendel 在访谈的56分51秒的时候讲。Johnson 破坏这个协议，他说 Boris Johnson 呢带着西方阵营的意志，用4月初刚揭露的 Bucha 事件，就是 Bucha 大屠杀，作为道德制高点，要求泽伦斯基放弃谈判，承诺无限军援与财政支持，要乌克兰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俄罗斯啦！我再强调一次，这条论点有人不相信，因为听起来就像是欧盟叫乌克兰拖住俄罗斯。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原因是，你可以拖住世界第3大国。有没有觉得好熟悉？用一个小国家的生死你不管，承诺他我们一定力挺你到底，换取拖累一个大国。西方的主流媒体啊，过去3年一直说这个论点是俄方训示，予以否定。Boris Johnson 也发声明否认，但有2件事情是真实的。当时乌克兰的代表跟俄罗斯的代表都事后证实过，立场完全相反的2个人说出来的内容却一致。第二个，伊斯坦堡协议确实在 Boris Johnson 访问之后立刻中断，这个时间巧合是公开历史记录。事出异常必有妖，那么谁得益嘞？我们从美国保守派的视角来看，川普世界的观点就是当时那个决定害死了之后几十万人。为什么基辅当局选择放弃谈判？第一个原因，当时西方的援助开始大规模流入啊。战争从乌克兰单独抵抗变成乌克兰代表西方对抗俄罗斯，资源好香啊，香不香？干，我没有说哪个国家啊。样小宝说你真敢说啊，老朱，我只是说听起来很熟悉，好不好？很熟悉，我没有说是谁嘛。他支持一个小国家拖累一个大国，很熟悉嘛。也许是帛琉啊。也许是冲绳啊，我怎么知道？我只是说很熟悉，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晚上做梦。川普也就是美国的保守派呢，认为这个决定害死了之后几十万人，拖累了美国。来，为什么？
大量的援助开始涌入的时候，钱香不香？香啊！泽伦斯基个人变成全球英雄，变成国际资源黑洞的最上游，变成所有政治对手在国内无法挑战的暂时神主牌，不能下台，不能选举，不能打倒。第二个原因是放弃谈判，让泽伦斯基保住了英雄光环，而不是投降派的标签。一旦回到和平，回到选举，回到正常政治，他要面对的是2019年，那让他选上总统，但已经3年没有被照顾到的选民，甚至还要上战场去死。这个 Grotty 2009说，去年还有乌克兰在台人说，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啊，好吧。我没有说那个，我跟你讲 ，L 小戴说的是乌克兰确实很贪腐，所以他过去一直申请要加入欧盟，为什么通不过？就是因为他太贪腐了，所以他永远都在那边等待。不是因为这个贪腐案件，这个贪腐案件只是乌克兰贪腐的延伸。好，各位又快要到90分钟啦，我们看看今天在各种各样尝试跟调教之后，会不会又给我再来一次这一个问题？来，会不会又在转圈圈？来，所以我们这张做一个什么结论？你选择继续打仗，是用几十万人命换来几个人的政治地位跟个人财富。当你看到2026年5月干来了，这个时候我赶快讲完。当你看到2026年5月的王朝建案4.6亿格里夫纳地下碉堡，叶尔马克下台，你回头看2022年4月那个决定，会看出另外一层意义。这场战争的延长从来就不只是普丁的责任，基辅当局也有一份。哎，只有0.5%这样子吗？我也等一下，浩克说这个时候要给他看一下，来，让我给他看，拍一张照。好啊，这位，既然转圈圈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糟糕，我们家上级长官说，为什么直播脸看起来那么机车啊？很像那个片里头主角邪恶摸嘴角。可能是因为我就机车。等一下，我们趁机来宣传一下，因为又转圈圈了，你要重新 reload。那我们要讲的就是最近我们的那个蜂蜜卖得很好，已经卖到超过100公斤了。那所以接下来各位请赶快消费，但是就有一点 delay， 因为人手提不动了，不是，我们固定不知道怎么搞，在85到95分钟之间会有 delay。好，但没关系 ，delay 就 delay， 民主卡顿，而且很精准。所以我们要讲那个第一个，我建议各位买蜂蜜压脚木是最好也最贵的，那这是好东西，你可以送人，可以自己吃。但是如果你平常要配的蜂蜜水呢，根据我们丰裕集团少东陈 Allen 的说法呢，是你就买当季新鲜的龙眼蜜、荔枝蜜跟丽龙蜜就好了，它也比较便宜，所以这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国家机器当然不喜欢说实话的人，所以我们就趁机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带个货，好不好？带货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人掉就掉，少就少了。来，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一个被刻意扼杀的和平，那90%完成的协议啊，你接下来会开始有杂讯，然后差不多过5分钟左右就会恢复。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对比，这个部分太敏感，所以可能不方便讲。但是乌克兰的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是可不得了。干没关系，妈，明天我去办公室，后天我也去办公室，就不会有在家里面的民主卡顿了。也不要说是不是过热，但是
看起来就还好啊。我房间其实很冷的，我 CPU 是又到99度是没错，但是算了，后来 CPU 使用量只有39%，哎，这怎么过热呢？妈的鸡巴的！好，不管，我们反正是继续讲。什么侯友算说卡的比我竹玉存的贵宾卡还卡，你不要再去竹玉了啦。所以强烈建议各位呢，可以去买当季的蜂蜜，配上一个鸭脚木。要觉得要正热去寒的时候，加一匙鸭脚木，然后平常呢就用龙眼跟那个荔枝蜜。我有放乖乖呀，给各位看。真的有乖乖，那我已经传给浩克了，因为他觉得声音断断续续，那没关系。通常我们声音断续呢，一律停退许，哈哈哈哈哈，我就停退许，所以后面也没什么办法可以做啊。真准。朱大去升级设备，你给我出钱呐、我已经升级到笔记型电脑的顶级了呢。火烧老二小说 TikTok 不能送礼物，因为又被限制了啊。现在可以了啦。好，现在怎么样呢？好，顺带再带个货。现在用无声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进口水果，有这个非常棒的优质油脂的来源，洛梨是减肥大家的最爱，乳油木。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照常讲啦，又好了是不是？亮哥那里没卡，是因为人家没有盯郭正亮啊，我被盯啊，所以没办法。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了，2024年乌克兰国家调查局 SBI 的内部报告，光是这一年51000名乌克兰士兵未经许可离开部队，也就是乌克兰的逃兵有多严重。你一直在那边讲说乌克兰多棒，乌克兰多棒，其实不好意思，来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个状态有多严重？这个状态就是严重到这个程度。好，没恢复了，哇，真是标准吗？固定卡我5分钟，哎，好，有了。L 小戴说，事实上我刚发现我买了60 Plus MGU 的 Manuka Honey，哎，赶快吃啊！早上起来吃一匙，晚上睡前吃一匙。来，回来要讲了，光是2024年这一年的51000名乌克兰士兵哦，未经允许逃兵啊，逃兵，你看开不开心？未经允许离开部队有51000人，对照组是2023年的同样统计，大概25000人，一年增加了1倍。各位同学，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前线体系正在崩溃，代表士兵不是临阵脱逃，士兵是整个国家对于为什么还要打的共识已经瓦解了。我跟你讲，这场战争打到第4年，乌克兰内部对战争的支持度，根据各家的独立民调，已经从2022年的92%愿意打到底，掉到2025年底的不到30%。为什么还在打？因为前线需要人，因为前线需要肉价。
因为前线需要肉酱，所以就要派肉酱去。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哦，乌克兰、台湾不会报乌克兰这个东西啦。台湾不会报乌克兰这个东西，有一种叫做 TCC 的东西 ，Territorial Recruitment Center 领域招募中心，简单讲就是征兵单位。但这个 TCC 不是真正的征兵，是街头强制征兵。好了，各位，现在系统又好了，我们固定就是5分钟、90分钟的卡顿，在办公室不会再加会。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在家就是做直播90分钟以下，去办公室就才能90分钟没有。Rita 说的没错啊，乌克兰的公民现在问给我一个为国牺牲的理由啊，所以他们没有。就开始强征了。你去 YouTube 上面搜寻 TCC Ukraine 这几个关键字，你会看到一堆画面，在超市门口、捷运站、咖啡店、健身房、教会 ，TCC 的工作人员直接拦下25到60岁的男性，当场要求出示征兵文件，没有就带走。被带走之后几天之内就会出现在前线的壕沟里面，干，真是跟变魔术一样。更荒谬的事情是，异议人士会被特别瞄准。我前面提过调查记者 Yevgeny Shorzat 舒尔哈特的案子。舒尔哈特在2024年4月，他在调查 SBU 网络安全部门首长这个 Witold 维丘克。为什么调查？因为维丘克呢，他老婆在战时花了超过2000万格里夫纳。在基辅顶级地段买了195平方米的超级豪宅，但打仗的时候，你的情报单位首长的老婆买超级豪宅啊，他的收入根本以公开记录来讲，根本负担不起。舒尔哈特在准备发稿，他已经把整个调查报告写完，他说：“干，这个人一定贪腐，因为收入与支出显不相当。” SBU 的官员Belenko 直接带着 TCC， 就是他的情报单位的官员 Belenko 带招募人员在基辅一家超市内把这个人拦下来，当场要强行送征兵传票，一直说你调查记者对不对？你了不起，你调查我的污点，妈要公布了对不对？我把你送上前线当炮灰。这个事情呢，因为超市的监视器画面外泄，引发了国际抗议，最后被挡下来。但乌克兰有其他几千名没被发现、没被公开、没被救到的政治犯与调查记者，目前在押。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的清单包含了前议员 Dubinsky、Kulin、Nitsy多人，他提供的是什么？希望能够呼吁和平，反对强制动员，批评政府，他们就关了，就被关，然后俄罗斯帮他们说话，俄罗斯就帮他们说话，你看开不开心？同时间，权贵阶级在做什么？乌克兰国家调查局 SBI 自己的报告，各地医疗委员会与征兵官员频繁开立假医疗诊断书，把权贵呢从征兵名单中剔除。SBI 查获的相关汇款超过1100万格里夫纳。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阶级分配，前线亲子吃紧，后方紧吃。权贵呢，花1100万格里夫纳买假诊断书，躲在 SPA 跟地下碉堡。异议人士被征兵中心从超市拦下来，扔到前线当炮灰。普通男性在街头被强制征兵，没有选择权。囚犯还有9400人被释放加入军队呢。年轻一代呢？年轻一代又缴投票啊？怎么投票？他的投票很简单啊。因为你前线吃紧，然后后方紧吃嘛，所以我们就逃啊。怎么逃？2025年8月27号啊，乌克兰政府允许18到22岁男性出境，这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放宽限制。
接下来这3个数字，我希望各位记起来，因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2025年9月到11月这3个月，光是离开乌克兰的18到22岁男性有78000人。谢谢华哥抖内了10个万事通事务所汇集，大家赶快接住啊！然后英国的 Daily Telegraph 调查2个月内有将近10万名18到22岁的乌克兰男性进入波兰，说什么爱国都是鬼啦，全部都往外跑啦！你不要听台湾什么抗中保台，大家会最后站在一起。乌克兰这个状况才是真相。德国内政部的数据是，每周新登记的乌克兰男性人数从100人暴增到1000人，10倍成长。从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累计18到60岁男性，乌克兰已经有188000人进入波兰未返回。这几个数字加在一起代表什么？代表乌克兰前线的人丁战斗力啊，已经结构性枯竭了。代表2024年降到25岁征兵的决定，谢谢华哥又送了10个汇集，也就是2024年把征兵年纪降到25岁，等于把所有25到27岁的人都推上前线，但这些人是2014年到2024年乌克兰人口红利的最后一批，代表2025年8月放宽18到22岁出境不是恩赐，是承认体制留不住人呐、你没有办法留住，你不如放他们走。权贵在 SPA 池里面泡澡，年轻人在波兰华沙找工作，前线在绞肉机里面轮班。真相总是伤人。这场战争在物理层面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在内部分配层面是基辅权贵对自己国家年轻人的内部掠夺。3年来，台湾捐钱声援、写专文支持的乌克兰民主，最终变成这样，跟纸糊的一样。根本都是骗子。权贵在8公顷庄园的地下碉堡水疗派对，年轻人在华沙加油站打工，等价交换是什么？当你选择要继续打仗以换取个人政治地位的时候，代价就是你的整个世代要在他国找工作。这条算式，台湾要不要效法？来，我们从前面抖那些念哦。金盏花说打赏一下给认真的朱大，谢谢你。ID 宝咔咔说人在外面先抖一个，晚点补课，开播先按赞，随手好习惯，支持九哥，使用泽伦老司机单人阿鲁巴朱大活动，祈福朱大重宅一切平安。谢谢陈兰英加入公宅。Mr. 阿卡塞说听到朱大开了目标，回来小抖个次数，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单人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网友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继续忙碌去。Sylvia 呛说来支持目标听秘密。J Lo 说支持朱大，乙赶上了，乙辛苦啦，这个值班一定很累的。Sakura 6说支持朱大。LP 说朱先拍到居住正义的土地林炳文墓地。Gloria 杜说乌克兰也得被台湾蹭，还有钱拿，而且你蹭了之后他还干你，他还打你。TLTW 说 Tucker 这一段访谈1周有超过135万浏览，同学有兴趣可以订他的频道，练听力不错。Andy 库说看王梦圆分析就知道，表面看着俄罗斯不行，其实早就放慢了推进策略，转而消灭有生力量。谢谢华哥抖了20个会员。Andy 库说台湾不一样，我们的抵抗意志不如乌克兰，大陆出兵也比俄罗斯犹豫，关键不要走向台独逼大陆打。随便啦，有的时候大家关切的东西不一样。L 小戴说：“我的台湾朋友们，请各位分享这一集，让大家知道乌克兰真正在发生什么。你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乌克兰真正在发生什么？”好，来，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这个访谈 ，Mandel 在访谈21分01秒的时候，讲了一个让大家下巴掉在地上的指控。
他说，当民调因为乌克兰民调因为战况不利开始下跌的时候，泽伦斯基在内部会议中暴走，直接要求团队必须搞出戈贝尔式的政治宣传。戈贝尔是谁？戈贝尔是纳粹德国的这个国民教育宣传部长 Joseph Goebbels， 妈干好难念，德语就是不一样。他最有名的政治宣传信条是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各位同学，这条指控如果属实，那就完了。如果属实是什么？现在还没办法证实。但是为什么用戈贝尔是一个大问题？是因为他是纳粹德国的人。你今天乌克兰要学纳粹德国，搞什么？来，第一个佐证呢，电视马拉松叫 Telethon。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把全国所有主要电视频道强制整合成一个联播频道，叫做 Telethon， 意思说全国就只有一个声音。独立电台被关掉，反对派媒体被吊销执照，所有电视观众无论转到哪一台，都只会看到同一套政府讯息。第二个佐证叫 Ukrinform 编辑指令。2023年底，乌克兰官方通讯社 Ukrinform 内部文件外泄，文件显示总干事直接听从总统办公室指令，干预新闻报道走向，建立报道黑名单。第三个佐证 Mitrovats 暗杀清单。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前任总统发言人会接受外国记者访问，几天后被列入全民公敌清单。第四个佐证暂时无选举。第五个佐证网络审查。乌克兰政府封锁了大量境内外的网站，我们要去查乌克兰的资料的时候，很多查不到，他连外国要去查他的资料都查不到。那法院对网络上发布逃避边境资讯的平民判处重刑。还有，好熟哦，这5件事叠加起来 ，Mendel 指控的戈贝尔式宣传哦，比古柯碱那一条要攻得高得多了。接下来要看外交层面。2026年2月中旬呢，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安全议题峰会。泽伦斯基受邀演讲，他做了什么？他当着所有欧盟领导人的面公开抨击并侮辱了匈牙利总理 Viktor Orban。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当时最需要是欧盟要表决一个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而这个计划必须全体欧盟成员同意通过，只要任何一个会员国不同意不通过，就过不了。而匈牙利就是那一票。Mendel 在访谈上面讲得很直接啊，因为他是搞公关的嘛，他说：“如果你是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你怎么会去侮辱一个你1周后就需要他投票同意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人？1周前他狂干奥尔班，1周后匈牙利就投反对票。果不其然呢，遭到公开羞辱的 Orban 1周之后直接行使否决权，封杀了900亿欧元的贷款。900亿欧元只为了一时口舌之快。”然后怎么样？泽伦斯基为了报复匈牙利啊，他关闭了向匈牙利跟斯洛伐克输送俄罗斯原油的 Druzhba 友谊输油管，把能源过境运输武器化，是对自己的欧盟盟友啊。同时呢，法国大肆采购破纪录数量的俄罗斯液化石油天然气，然后转售给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基辅对法国的批评是0，他不敢骂人呐。匈牙利买俄罗斯油，罪人，可恶！我要把过境我国去卖石油的管线关闭。法国买俄罗斯的 LNG 转售，不敢讲话，他是模范盟友。各位，这双重标准你看懂了吗？当基辅说某某国家亲热叛变必须惩罚，通常代表那个国家踩到泽伦斯基的个人利益。法国买俄罗斯的 LNG 比匈牙利大得多，但法国同时是北约的第2强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基辅闭嘴。匈牙利是中欧小国，没有制衡的能力，所以基辅武器化。谢谢炫神小哥永远支持朱大，感谢你继续听就好了。
真相总是伤人是什么？当台湾3年来捐钱给乌克兰民主，你捐的钱撑起的不只是抵抗俄罗斯，还撑起一个对内搞戈培尔宣传、对外欺软怕硬、能源武器化盟友的政权。什么是等价交换呢？欧洲现在被迫要继续接盘这个政权，因为美国川普已经放手了。台湾的外交部现在像不像一个历史笑话？你还要不要挺乌克兰？还要不要捐钱呢？好啦，最后我们要讲的，基辅梦醒之后啊，台湾应该要怎么办？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内容收束在一个最大的脉络底下，把几个数字摆在一起看，你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呢？8公顷的私人庄园，4栋豪宅，4.6亿的格里夫纳洗钱，1.4亿美金的电线布线，1亿美元的 Energoten 的回扣，33万7千名老人被剥夺了退休金，5万1千名士兵2024逃兵，7万8千名青年2025 3个月逃出国，1400页的监听录音带，900亿欧元被葬送的欧盟贷款。这就是捍卫乌克兰民主的真实数据跟成本表。而从美国保守派视角，你以为 Tucker Carlson 为什么访问他？川普世界看这张表的态度是什么？我讲白一点，他们已经准备要放手了。Yermak 下台那一天，他本来要分迈阿密跟川普特使开会讨论和平方案，结果会议取消 ，Witkoff 跑去莫斯科见普丁。川普对欧洲讲的话越来越像，你们要继续打，欧洲付钱。欧洲呢？欧洲怎么办？欧洲被迫接盘呐、我跟你讲，是一个历史性的反转。现在只是台湾媒体不告诉你，它真的已经反转了。因为本台就是说实话，所以我们多花时间讲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个 Big Bad Berlin 说支持学长直播，2年前碰到一位乌克兰大叔，他说在俄乌战争初期，一家4口以下边境士兵是愿意放人出走的。这个历史性的反转，大概只有本台甘冒大不悔，甘冒着大家说我打击民主同盟，只有我能够继续讲了。3年前，西方阵营的剧本是美国领导欧洲跟随乌克兰打仗，大家一起捍卫民主自由。3年后的剧本是什么？美国想脱身，欧洲走不了，基辅权贵继续从中抽钱。所谓的民主自由变成欧洲纳税人为基辅权贵的 SPA 跟地下碉堡买单。德国纳税人、法国纳税人、波兰纳税人，还有台湾纳税人呢，我们正在面临制裁俄罗斯反食造成的能源价格暴涨，制造业外移，生活成本飙升。然后呢，看到这1400页的录音带，看到4.6亿格里夫纳的私人庄园，看到德国每周新增1000名乌克兰年轻男性逃进来抢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接下来几个月会有一种病叫做乌克兰疲劳症，会在欧洲全面爆发。这不是西方阵营的右翼阴谋啊！Andy Ku 说支持朱大，因为开打变成战时政府，老百姓就没有决定权了，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不是西方阵营的右翼阴谋，不是俄罗斯资讯战胜利，是欧洲纳税人看清楚了自己花钱给乌克兰的权贵贪腐啊！回到台湾，3年前我们的外交部在呼吁全球民主国家捍卫乌克兰与台湾，当时的论调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3年后，今日乌克兰变成总统办公室主任的195平方米的豪宅 ，Kozin 镇8公顷的地下碉堡庄园，强制征兵到超市抓记者，剥夺了33万7千名的老人退休金，把外国采访的前任发言人列入暗杀清单。那明日台湾呢？明日台湾这个口号的危险，从来不是俄罗斯过来，
而是明日台湾让你停止思考了台湾自己的问题。当你高举我们是另一个乌克兰的旗帜，你就放弃了质疑自己政府的权利，因为任何质疑都会被打成破坏团结、亲中，在敌人面前内讧。不如滚出台湾，看看贾永杰怎么说。如果连一个权贵赏给你的Taipei 101的董事长都敢叫你滚出台湾的话，这个套路就是乌克兰已经完整示范给你看。只要当局说我们不能像乌克兰一样被分化，你就一定要独立思考，你就一定要质疑，你就一定要把每一分拿出去的税金问清楚去了哪里。真相总是伤人，为什么伤人？因为赖校长不是泽伦斯基的镜像，泽伦斯基是赖校长的前车之鉴。外交部3年前挺着乌克兰民主，结果那个民主原来是4.6亿格里夫纳的地下碉堡。这个经验让台湾学到的是不要重蹈覆辙，而不是全力效仿。各位赶快按赞啊！我们快要收播了，看能不能突破700赞，让大家知道这一集是绝对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还在讲赖校长就是台湾的泽伦斯基的话，你妈小心被抓去关呐！3年后，台湾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纸板抗议的台北版发生在凯道，当你的退休金被某个身份验证程序剥夺，你就没有资格抱怨了。再来17个案子就破700啦。因为3年前就是你是那一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拍照打卡者。而当英雄破产的时候，这些拍照打卡的人都会消失，连他们的负责任的态度都会消失。基辅梦醒了，那我们呢？今朝岛屿向何方啊？这个问题留给在听直播的各位决定了啦，我们也没有办法了。那为什么？哎呦干！我怎么把这个关掉了？那所以，请各位好好的思考，为什么乌克兰事情闹到这么大，闹到他们国内有几万人上街抗议，但台湾都不报？我不清楚，我也不理解到底为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事出异常必有妖，一定有人认为你不该知道，你不该说，你不该猜测，但我们就偏偏要让你知道。所以今天要请各位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把今天的内容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理解，好吗？现在又到了收红钱的时间啦，各位，我已经把我的微信跟支付宝贴出来了，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好不好？101为什么需要一个官派董事长？因为不需要啊，所以可以随便派董事长。收购物，谢谢你的抖内。好，今天直播我们都念了。哎 ，Mike Hunts Bad 说朱大有看过战锤40K 吗？我有看过他小说啊，我也有看过他动画，但是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所以来各位准备投票了，我一边投票一边看有没有抖内可以这个红钱可以念。各位，如果你今天觉得我的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话，请按1；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好但讲的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觉得我的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话，请按3。那今天听到的就是泽伦斯基的台湾媒体不报道的真相。而且我要特别讲，你也不要以为川普真的会跟赖清德电话，因为如果川普真的要跟赖清德好声好气的讲话的话，中方一定会抗议啊。
但中方没有抗议，就表示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很小。我问了3个 AI、Grok、Cloud 还有 Gemini 都说这个几率很小，好吗？目前大家都投1，我看看。好，微信有这个网友抖内，这个人叫做什么玉，奇玉。然后这位网友说，贾永杰没人骂，林志玲却被青鸟骂到请辞了，这就是台湾的悲哀。也不见得是悲哀啊，是我刚有讲嘛，是梁文杰这样讲，害他什么脱中投台，什么情，也不知道男生女生，他这样讲了，那不是断了整个林志玲在对岸赚钱的后路炮？好了，没关系，只有一个啊，这个。网友是谁嘞？网友是什么什么泰？谢谢你的抖内，但是你没有留言。然后这个是干怎么这么慢啊？赶快，我要下播了啦！这个什么什么明说不能看免钱的，还是要付，于是他付了1块元，1块钱人民币，谢你哦。哎，怎么有下午1点抖内的？好，什么什么您说阿宅加油，一点红钱不成敬意。好的，谢谢你的红钱。所以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呀、我觉得啦，基本上川普不太可能跟赖清德通话，虽然他口头讲了，但是那个东西，除非他打电话来骂人，那中方会不反对，否则说真的那个机会很低。那明天呢？哦，明天那个谁，明天林嘉欣硬要来，而且他因为硬要来，他说妈干5点就要开播，所以明天会比较早，因为晚上各位就看回放吧。啊，没办法，他强制要开播啊。哦，你看 L 小戴说的没错啊，他说 If principal gets a real call from Trump, it will be more money, stupid。你个笨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接到川普的电话，又要付更多钱了啊！哎 ，L 小戴不知道怎么搞的，你的会员消失了，有空检查一下。所以各位，那就明天等着摄政王再来，我再想想看5点要跟他谈什么东西吧，好不好？各位就先这样子说拜拜了，拜拜拜拜。好了，明天见啊！我赶快再修修看我的系统，看能不能好吧。